服务生都小鲜肉，好自个是的。我融化，欢迎收听董事大师。这集我其实有点不想听。这一集我们直接切这边。这一集呢，就是以我们两个最近刚刚从东京回来的人，要分享给你我们在这一趟在东京吃到的很多在地美食、在地餐厅、拉面啊、和牛啊、什么天妇罗冻啊，或是关东煮烧肉，我们都吃了一轮。带不回来的，就是在这介绍给大家。对，让你看到照片好不好？不疲惫的内心 ，OK。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欺负人呢？好的，首先要推荐的第一家就是我这趟吃的和牛吃到饱。什么？你这就是和牛吃到饱？这一间店我觉得一定要推的原因是它价格真的很平易近人。它2小时，然后一个人是5500块日币，然后再加上限定的一些饮料喝到饱。它的和牛呢会有2种部位，一个是肩膀，另外一个是五花。我第一次吃到五花的时候，我真的眼泪都掉下来。我整个人在烧肉店融化。是和牛融化还是你融化？和牛融化在我的舌尖，我融化了。还有牛舌也要吃到饱。我人生第一次吃到牛舌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又眼泪又要掉下来。对我整个人是在那边原地弹啊。那牛舌真的很弹，而且他那个是要事先预约的。我在餐期去吃的时候，那时候大概5点多到7点，他的店内是客满的，都是年轻人，就旁边都是一些年轻的阿迪亚那样。我朋友说他是中国人开的，然后所以他的店员会讲中文。所以有时候你今天去日本要点餐，你怕日文沟通不了的时候，你可以用中文点，算是一个不错的优点。你今天没有去连锁店吃，想要感受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氛围的话，就可以去那间店试试看。那你呢？我就是台湾人最爱的6根线，这间店也是要预约。我那时候订是4点半，去的时候其实也是客满的状态。进去有个真的服务生都小鲜肉，是为了小鲜肉。今天的重点是这个。没有，哪一间店？你要讲哪间店？6根线很多店。6根线我在新宿那间本店，因为来迎接我就是小鲜肉，我就有点好自个是的。日文突然间变好了呢。对，一定要去本店，因为他们的 view 很好，他刚好我安排我们的位置，刚好 view 又很好，直接看那个外面这样子，有点小包厢的感觉哦，对，很舒服。然后因为我们是订那个有海鲜的套餐，我是点龙虾跟螃蟹吃到饱，我价格大概一个人大概2000多块，后面很残念，很残念龙虾我好想吃，可是我真的吃不下。我也是啊，我和牛一开始吃了几片，整个融化之后，我真的发现我再也起不来了。你的胃真的起不来了，好困啊，很困。第2轮要推荐的也是到日本一定要吃的拉面ですね。对，你们有这样吗？有会忍不住素的。对啊，跟隔壁吃就。对你隔壁的笋，我去的那一间呢是独立的店，它不是连锁店，它叫福气拉面。我就用那个 Google 搜寻跟台北热库搜寻到这家店，星等都还不错，评价也不错。这家店呢，它就是小小的，很有日本味。点的那一道菜叫做酱油豚骨拉面，然后送上来一碗超漂亮，上面有2种不同的叉烧肉，然后还有溏心蛋，还有一些配料啊，从我刚吞了一个口水，很大声，太想吃了。我的味蕾在回忆它，它那碗送上来就是颜色配色好漂亮，光看那色香味去选择低色，你就已经流口水了。然后我高兴到了。那一碗汤头很浓郁，但是完全不油腻。那碗汤我喝完了，酱油豚骨汤我喝完。它叉烧是2种叉烧，一个是五花肉的，另外一个就是叉烧肉。它五花肉是用酱油卤的，所以味道都卤得很进去，然后肉质是比较扎实的，可是它的味道非常入味。然后再来它另外一款叉烧呢，就是非常滑嫩的，然后软软弹弹的，但是它就是味道上是比较偏猪的原味，所以它2种叉烧的味道是互相可以你知道呈现一个对比。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面条是粗面，而且它的粗面真的是每一根不夸张，每一根都很入味，它每一根你夹起来吸就是能够吸到那个汤汁的味道，面也很入味，面很入味，好会形容。然后它的溏心蛋你在吃的时候，它的溏心蛋的中间是有点冷冷的，然后有点酒味。我跟你说，它这一碗拉面上面的每一道，从主菜到小菜到面条、汤口，全部都是，你会觉得它用心的准备好之后再凑在一碗，然后端到你面前。这家是我去日本一定会再去的，虽然它不是连锁店，但是我去日本有机会我一定要再去。这是你很想推荐给大家。对，而且我一坐下来，我发现我的位置正前方呢有贴了一个小照片，是日本某一个 YouTuber 在那边有造访过2次，他是个大胃王之类的。莫名其妙走进一家这种店，你真的觉得哇耶！那怎么办？你那好像很厉害，很厉害啊！对啊，你的才厉害。
真的没有去吃到。你的叫做我叫做阿富利，阿富利，大家都知道吧？对啊，大家应该必都听吃吧？腻了吧？可是那个一定要去，每一次去就是还是要吃一次。对，这次我比较特别点的，因为有人推荐他的烧肉饭，他的烧肉是一个像五花肉，然后切一小丁块，只是它的油花比较厚，它不会很 Q 弹，可是它也不是很软烂的。现在像人家喜欢那种肉霸本、烧肉饭的人应该就会很喜欢。接下来大家去那个阿富利就可以点那个烧肉饭，对。如果你怕吃不饱，因为有些人觉得那拉面分量太少，对，的确它的面的分量没有那么多啦。然后它的拉面好吃的地方是，除了它有柚子香味之外，它的肉、它的叉烧很特别，它是用烤过的，会有那种烤肉味。它其实没有什么配料，可是它的汤头是完全可以喝完。收费有点改变，它是下面有收现金。对，它现在都是电子支付，你在点餐的时候都是用电子支付，大家记得。下一个要推的就是立市场，去吃真正的那个海鲜冻。现在竹溪市场还很热门呢，真假的？我大概10点到，很多家店门口都大排长龙，真的怕。对，我也很怕，而且那天我是最后一天的，所以我觉得出来玩我是不太想要排队的人，所以我就挑了一间那个排很多的人的那间店，旁边没有人排队。怎么会这样？可是呢，我有特别比较一下它两边的菜色跟价钱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我挑北海帆屋那家进去，我就点了一碗叫做北海冻。北海冻呢，它就是有一只大虾，牡丹虾，然后有2颗大干贝，然后底下铺满了螃蟹，然后还有乌泥。我吃这个就是为了乌泥。对呀，我这个都没有吃到，我真的很残念。那你很残念，你赶快再去啊！它那个乌泥真的是完全新鲜的乌泥，你没有任何冷冻味，也没有任何那种你知道腥味，所以我后来新鲜的，对，新鲜的。我吃的那碗北海冻大概是800块台币左右，其实也不便宜，对，不便宜，真的不便宜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推荐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你今天很赶时间，你想要在竹溪市场吃一个好吃的东西，你就进来吃，因为它不用排队，它旁边就是一家叫做苏喜锅，你知道吗？非常多人，我有拍影片，那个门口排了大概10几个人，你已经在赶时间，怎么可以在那边等？不行，对，但是我意外走进这家店，我觉得这家店也很棒，身边也是那个连锁店，然后它叫根式花丸，它刚好是立吞，就是对立式站着吃，我觉得很复古，很复古的点餐方式，它是用写单的，对，像人家点歌粉，点歌粉，然后你说一张一张，你就点你要几号给师傅，上面也有就是当天新鲜食材，你也可以点，他的东西送上来，真的肉很厚，鱼肉很厚，而且它是粉红色的耶！我看尾鱼的时候，我真的惊吓，我说怎么会是这个颜色？是甜虾，因为我很爱吃甜虾，真的很好吃，甜。当日都会有本日汤品，然后因为它都不会写是什么汤，我想说一定是味噌之类的，然后我就点了，没想到送来是螃蟹汤，Oh my god！ 赚到哎！我真的赚到，结果我朋友说你那是什么汤？为什么会有？7个品相，大概不到300，因为它一罐大概170，那个真的很划算呢。对，那个要推的日本必吃的在地美食就是猪排冻。我去的这家也是我在 Google 跟那个台北 logo 上面找到的，近3年才新开的店，然后它是在那种新宿旁边的地下室，也是那种很隐藏的地方。地下室下去之后，然后点菜机点，然后我点的这个是2900块日币的猪排冻，大概台币就是600多块，最贵的，对，大概只有7、8个座位。然后呢，那个猪排冻这样送上来，白里透红，而且很粉嫩，很粉嫩，那个颜色一看就是想说怎么回事啊？对，那跟平常看到猪排冻不太一样哎。对。然后呢，我这样一夹起来，一吃下去，入口即化，跟和牛一样融化。你有吃过入口即化的猪排冻吗？不过呢，它的猪排冻，它的皮不是走酥脆路线，它不能炸太熟才能保持那个猪排是入口即化。然后那个油脂的香味好满。猪的油脂香味。但是这边我觉得提醒一下，如果你今天是怕猪的油脂香味的话，你可能吃1、2块你会觉得有点怕怕的，因为它那个猪的油脂香味是蛮浓郁的，然后就非常的香。然后甚至我吃完这个猪排之后，走出店门，大概走5分钟之后，嘴巴里面又飘出那个香味。这家也是我之后去日本会再吃的猪排冻，小鲜肉猪排，白里透。你想，我好想吃哦，入口即化猪排，真的吓死人。这样子，我要介绍我厉害的，对我介绍就是你去日本一定要吃的内脏锅，大家都说内脏锅啦，牛肠锅。我第一次吃，
然后我被它的口感吓到，因为它其实吃起来有点像大肠，就是里面没有处理过的大肠嘛，硬度会更高一些，因为它就是真的软的油脂，所以咬下去就是两个一软，然后一起在嘴巴里面。有层次的口感，很有层次的口感，然后又加上它的韭菜跟它的那个味噌汤底，哇，我觉得非常好吃。下一个去日本一定要吃的就是居酒屋。那我这边呢，我是找了一个很在地的居酒屋，然后它就在2楼。然后我一进去之后呢，里面也都是全部都日本人，就他们都穿着西装笔挺在下班对，然后在那边很开心，你一进就觉得哇，好有日本人的氛围。那餐我想要吃天妇罗豆。所以我点了一个上天豆，好便宜。他送上来那一碗里面有2只大虾，然后还有鳗鱼，然后还有一些蔬菜、香菇，然后还有温泉蛋。然后呢，他这碗才1280日币，所以大概是200多块台币。它的这个炸物不是走酥脆路线，因为它有淋了一些酱汁，皮呢就是有一点软掉的那一种，炸虾也很肥厚，然后鳗鱼不腥。所以我觉得他那碗肉啊、蔬菜什么都吃得很饱，香菇也是厚的。它看起来那照片看起来每个都很大肥。所以我后来吃完那时候已经很饱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还是看到一个东西好想吃，蛤蜊汤汁煮的关东煮，好鲜哦，很鲜。它送上来就是会有那个淡淡的蛤蜊香味，然后关东煮每一个都煮到很熟透，然后那个豆腐啊加起来像嫩嫩的，然后吃到嘴巴也是嫩嫩的，然后都很入味。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的清酒可以点，那每一杯也都好便宜。我好喜欢清酒，而且我就后来问那店家说，我这个关东煮适合配什么清酒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那你就配这一款这样。你真的很会点，对，然后他就推荐我那一款清酒，好甜哦，真的跟那个关东煮好搭配哦。然后我上来它是1盅啦，还不到500块日币而已，100多块。对，那很便宜，很便宜。他就附上这个，然后再放那个小杯给你这样一点点这样喝，然后再配那个关东煮，好满足。然后旁边又一直不断传出日文，然后有人在那边就是聚会，你就觉得现场完完全全就是感受日本当地的那种居酒屋的气氛，我很喜欢这种店。你应该要多点几杯啊！对呀，我觉得那个居酒屋最好玩的就是你喝完有点醉，然后走出那家店，然后外面天气凉凉的，然后觉得微醺，然后旁边就一堆醉汉。好爽哦！很开心哎，你的也很厉害。居酒屋这间很厉害，它叫种田农场，然后也是很多分店。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是客满状态，我们算是候补第一个，里面真的很多都是日本人在吃。种田农场有名的是它是以鸡肉闻名的，有铁板的，有一些可能配酒的小吃，像是这种玉米。餐酒馆的概念，他想要走餐酒馆，没错。那个气死，我看照片吓到了，对，他起司瀑布这样子，那个蛮厉害的，一些蛮特别的居酒屋，推荐给大家。你有另外额外2个，先讲那个龙虾堡，大家应该知道明治神宫附近 Look Lobster， 对，然后它很厉害的是它有分4盎司跟2盎司，大家最常点是4盎司，就是跟他想要吃龙虾吃很。可是它其实2盎司我会觉得很够，一个女生吃我觉得2盎司差不多，因为它不是店面，它是街边店，像外国人都是那种America那种，都是站在旁边配啤酒。你自己另外买啤酒？自己买啤酒，对，然后最后一个是那个在吉祥寺里面的牛肉丸，然后也有猪排、可乐饼，然后它牛肉丸真的皮好好吃，很酥，他们都很会炸然后里面有肉汁我的妈！而且它分量其实现炸的，然后它其实分量很大，然后其实现场其实蛮多人在排队，当地人都在排队，然后大概这么大块，蛮大块，超大，结果当早餐吃蛮饱的，也是冷冷的吃，好吃。对啊，天气凉凉的时候就觉得这趟真的吃太多日本美食了。你看，我们都讲到真的分享不完，而且用2倍速在讲，而且不用蕊耶，因为你在讲的时候，你的真的味蕾真的是记忆涌现。这趟呢还有很多其实日本美食、日本旅游相关的东西。如果你喜欢日本旅游的话呢，就持续收看我们的频道的影片，好吃的都分享给你。拜拜。